重生到82年，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，我上山捉兔子、抓野鸡，徒步几十里卖山货，只为了弥补上一世的遗憾。老婆，我重生了。以前是我混蛋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让你们母子再受一点委屈。叶小飞，你重生小说看多了吧？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老婆，我真的重生了。你少骗我了，我是不会再给你钱了，那可是明年要买种子的钱。哎，看来老婆是不会再相信我了，那我就用行动来证明吧。老婆，今世腊八，我给你们做腊八粥。妈妈，我要喝腊八粥，我还想吃肉。我们已经1年没有吃肉了。吃什么吃？你忘了他之前怎么揍你吗？孩子们想吃，我现在就去弄食材，你们在屋子里哪也不要去。要是他以后一直这样不再混蛋就好了。刚走出大门，我就看见几个混子上门讨债。哟，小飞，知道我们要来，钱凑够了？没有，没凑够钱，说话还这么镇定，这小子怎么跟脱了胎换了骨似的？钱是杨彪在赌桌上用手段让我先赢后输，还欠了他1000块。杨彪，我欠你的钱我会还你。钱呢？现在没有。屁话，今天不拿钱，我们踏进你家院子揭你家房顶。敢进我家院子一步，我杀了你们！杨彪愣神，退后了一步。小飞，别这样，好说好说。我捏着铁叉往前一步。小飞，你写了借条，这笔钱你躲不掉的。我造的孽我担，但你拿我的赌债敢威胁我妻儿，我杀了你，我给你偿命。这年头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跟你拼命的，好汉不知眼前亏。叶小飞，我再给你几天时间，30早上我来拿钱，要是再还不上，别怪我不让你们一家子过年。滚！杨彪一伙人顺着来时的路就回去了，我松了口气。前世就是这天，因为还不上债，老婆惨遭凌辱自尽，危机暂时解除，得赶紧赚钱了。我准备先去二叔家借一块肉，正好在路上碰到了二婶。二婶，你家里有猪肉和腊八粥吗？我想先借一点。哼，你家没喂年猪，你拿什么还我？你到别人家借去。看来靠自己现在的烂名声是借不到东西了，现在只能拿些东西跟别人换了。上一世作为二流子的我，总是喜欢吃野味，所以抓野味这项技能试炼的炉火纯青。没一会就来到了一片野地，我把捕兔陷阱布置好，没一会就有2只大兔子跑了进去。我拽了下绳子，2只兔子就被网住了。现在东西有了，该想想去谁家换食材了。去梅姑家，村里也就梅姑家关系还算不错了。打定了主意，我提着兔子往梅姑家走去。梅姑，你家有肉吃了。小飞，我家后天杀猪，杀了猪就给你家送点过去。梅姑，你家厨房猪肉味都飘10里地了，我抓了只兔子，想给你换点肉和腊八粥的食材，让我老婆儿子吃一顿。后天你家杀了猪，不用再送我肉了。梅姑眼神一愣，好，这是你姑父给人家杀猪送的几个猪尾巴，我给煮上了，我给你拿几个，还有点肥肉，切片就着酸菜炒上，香着呢。行，那就谢谢梅姑了，这馒头也挺好，我拿2个了呀。好，小飞，听姑劝，好好疼你妻儿，再不敢喝酒买醉折腾人。梅姑，我醒了。这叶小飞怎么回事？竟然主动为着他老婆儿子着想了，不是他性格啊。爸爸，你拿什么回来了？哇，好大一只兔子啊！今天可以吃兔肉了。老婆，今天运气不错，抓了2只兔子，给梅姑家换了点猪肉和馒头，又换了点腊八粥的食材，还剩1只，一会炖了给你们娘俩吃。唐诗晴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有点不敢相信，这些都来得太突然了，像是在做梦一样。老婆，我保证以后让你们顿顿有肉吃。那咱不敢想，只要以后你不打牌，孩子能吃饱穿暖，我就知足了。经过我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，2道菜和腊八粥就被我做好了。哇，这味道好香啊！腊八粥也好香。狗蛋，快吃吧，尝尝爸爸的手艺怎么样？这还是叶小飞吗？难道他真的重生了？自打他醒来后，不仅不打骂了，还会做饭了，连气质都变了。老婆，你也吃点补一补吧，等吃完饭我再去多抓几只，去镇上还可以卖钱。吃完饭后，我又拿着工具推着手推车前往了另一片野地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那里有一窝被废弃陷阱困住的野鸡。不知道事情会不会像上一世一样发展，会不会因为我的重生而发生什么变化呢？没多久，我就来到了那个被陷阱困住野鸡的地方。果然跟前世的记忆一样，几只野鸡在里面挣扎着。果然一切都没有变，还是和前世的记忆一样。我把山鸡全都装了起来，又抓了2只兔子。随后，我就带着这些山鸡野兔，准备去附近的矿区卖掉。叶家屯相距矿区10里地，我推着手推车走了1个小时才到矿区。我把袋子在当院一放，然后高声吆喝起来：大哥们、嫂子们、弟妹们，快出来看啊！山鸡野兔给你们带来了呀！哇，是野鸡啊！怎么抓的？小伙子，你在袋子里捂着，怎么没捂死？嫂嫂，我刚山里抓回来，走了10里地，把我差点冻死，操心着呢。能让他们死吗？让你们见得鲜活，包活的。多少钱一只？说价。1只山鸡10块，2只兔子20，嘿嘿，半只没法卖。你这小伙额钱呢？1只10块。嫂嫂们，这年根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谁愿意大晚上冰天雪地里抓兔子抓山鸡？我也就挣个血汗钱、救命钱，都是活鸡活兔，大家就不要计较1块2块了，好不好？这2只我要了，我要1只。你1只，我1只，没一会15只山鸡和2只兔子就被抢光了。15只山鸡，2只山鸡，一共卖了170块。
哎，我以为是鱼呢，山鸡兔子有没有也无所谓。根嫂，你男人说今天去镇上给咱们备鱼，他到底去了没有？切，懒怂一个，睡到现在还没起来，他能给咱们备鱼？这咋办？今年过年咱连一条鱼都没有。我听到这话，脑子里忽一道亮光。嫂嫂，你们的意思，鱼必须要有。小伙子，过年了，年年有余，可你拿来的是山鸡兔子。哎，要不是前天突然下这场大雪断了路，卖鱼的人已经来这里了。嫂嫂，给我一个馒头，赶下午给你们把鱼背来。只要你把鱼背来，新鲜着，给你最好价。我咬着馒头往县城去，又走了2个半小时，才来到了县城的农贸市场里。我把170块全部买成了鲤鱼，有100斤。我把2袋子鱼放拉车上，转身就走。我正使劲推着拉车，一辆卡车缓缓停在我身边。喂，兄弟，去哪儿？去红会矿区，这些鱼是给矿工家人们供的，他们等着要。赶紧上车。我把2个鱼袋子和小拉车一并扔上去。大哥，非常感谢你，你不拉我就走到天黑了。你这小子厉害，大雪天里到县城拉上鱼去矿区，没你这么拼命挣钱的。嘿，这算啥拼命？到了地方，我掏出1条鱼，用1张旧报纸包住，送给司机。兄弟，祝你卖鱼发财。老哥，你拉没发财？松了口气，我拉着2袋子鱼来到了住宅区院子中。都出来抢鱼了。大兄弟，你还真的弄来了，快说说怎么卖。嫂嫂，我这没有秤，大点的就8块，小点的就5块。众人一哄而上，2袋子鱼差点被这些矿区家属们抢完。不行呀，大嫂，我家不也得留2条？小伙子，你明天还来不？来，还是卖鱼，尽可能保证你们每家年年有余。说好的啊，我们等你，我们就不打发别人折腾了。卖完了鱼，我推着手推车准备去供销社买点东西。往后买卖东西少不了秤和袋子。进了供销社，我先买了秤和袋子，然后又买了一些大米、白面、红糖、精细粮。出了供销社，把东西都放到手推车里，就往家里赶。小飞，冷不冷？我留了兔子汤、兔子肉给你，赶紧进来吃，暖暖身子。老婆，我不冷，我把那些兔子野鸡都卖了，还买了一些大米、白面、红糖、精细粮。哎呀，那么贵，你买那么多干啥啊？老婆，我向你保证过的，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这还有剩下的200多，你收好了呀？200多块，小飞，真是你挣来的？还有，你确定要放我这里？唐诗晴大脑一片空白，以前的我可是千方百计的从他这里要钱，从来没给过他钱。诗晴，千真万确，这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了100多里路挣回来的。再说，挣了钱不放老婆这里放哪里？对了，我还买了秤，明天我再去一趟黄原县城，让这270块再翻个番。啊，小飞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赌了？你在家待着陪我和儿子，好不好啊？我没赌，老婆，相信我，明天晚上我回来，这笔钱翻一翻给你。我转身把推车里的2条鱼提出来。老婆，你看，过年前这几天，矿区的工人家属每家最需要2条鱼，但是前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拉往矿区的鱼车2、3天没法走，这是我能赚一笔钱的大好机会。小飞，真能翻一翻？肯定能翻一翻，但是徒步走得太累了，我准备借梅姑家骡子车一用。那行，梅姑知道你是做正经事，会借你的。重生到80年代，我用前世的记忆抓到一窝野鸡，又卖鱼赚到了第1桶金。小飞回来的时候帮我把年货买回来，我按东西给你算钱。小飞，赶梅姑家骡子车，你一定注意了，大雪路上不好走。唐诗晴思考了一下，还是将身上仅有的100块钱也给了我，想着翻翻能多赚点。早点回来，小飞，你能喜心，姑高兴，你早点回来，别让你妻儿担心。梅姑放心，老婆，我走了。这男人要是回心转意，可真了不得，跟重生了一样。我驾着骡子车出了山沟，直接去往县城农贸市场。小伙子，今儿要多少？300斤。好嘞，小伙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以后买鱼就来找我高级强，我给你打8折。花掉了350块钱，又吃了2大碗牛肉面，花了1块6，然后驾着车赶去了红会矿区。随着我的一顿吆喝，很快鱼就卖光了。小伙子，明天还来不？不来了哦，明儿陪老婆孩子扫房子、做黏膜、做肉、做鱼。不是我不想来，而是今天下午有一批鱼顺着拉煤车拉到矿区来，明天在这里卖鱼1条都卖不动。这批鱼370块翻一番，算算时间，去一趟镇上办年货还来得及。我驾着骡子车赶往了高崖镇上的年货集市，经过2个小时采购，花了200多块，把架子车上堆得满满当当。这时突然看到2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。小飞，看了你半天，办年货花掉了200多块，有钱办年货，没钱还我。兄弟们，把他架子车上的东西都搬下来。谁敢？我掏出菜刀对着他们，杨彪愣住了，但他的手下却把头伸了过来。来，你有胆你往这儿！我举起菜刀砍下去，男身上多出了一道口子。彪哥，他真砍人啊！他疯了吗？杨彪吓得张嘴合不住下巴，周围的人立马围过来。大天白义拿菜刀砍人，哟，砍的是杨家的结婚。我把菜刀收起来，再不能亮出来，会把警察招来，对我也没好处。杨彪，你跑我家逼债，威胁我孕期小儿，拉走我家取暖煤炭，拉走我家几袋子口粮，你还要揭我家房顶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好像并没有抢叶小飞家东西啊。彪哥，这小子真下手，没道理呀！
他以前那么怂。杨彪这是打砸抢，就是他是打砸抢暴徒。杨彪，你们霍霍黄家媳妇、张家媳妇，3天前的事儿，过完正月初3，等着进去吧。杨彪脑袋里一声闷响，那2件事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们村的张爱博是王二混子表哥，王二混子把你的事告诉了张爱博，张爱博又告诉我的。旁边的小弟就是王二混子，他也听见了我说的话。彪哥，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小飞兄弟，咱有话好说，好说。杨彪，我也好说话，把我写的那张借条给我，你搞人家媳妇的事，我不说出去，怎么样？杨彪从衣兜里掏出我打的借条递给我，我喂进嘴里吃了。杨彪，我还欠你钱吗？不欠了，不过叶小飞，你敢拿这事搞我，信不信我跟你鱼死网破？杨彪，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说完，我牵着骡子车转身离开。彪哥，我没说，我真的没说，他是诈你。他诈我，他怎么能知道的那么清楚？他妈的，你前天就跟你表哥在一起喝酒。另一边，我骑着骡子车赶回村里，刚好经过二婶家大门口。你赶着骡子去哪里了？办年货。王琴看着我赶着一架子车的年货，王琴心里有些乱，急往李红梅家去。我将自己买的东西搬进家里后，也赶往了李红梅家里。梅姑，年货都给你办来了，你看还缺什么东西？王琴急急走到骡子车跟前，嚯，这是把镇上的货铺子搬来了。小飞，你手里拿了钱就乱折腾，哪能这么大手大脚？红梅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能给他钱办年货？你也放心，娃姑父明天不是就回来了吗？你急什么呀？王琴以为李红梅是等不及她家男人回来，给了我钱，让我赶着骡子车去办年货。红梅，你办了这么多年货，这不是小飞买回来的吗？我刚骂他呢，怎么能这么花钱？红梅，不是我说你，这都腊月25了，你还给他借钱办年货，你好心扶他们，能扶起来？李红梅被王琴这几句抱怨搞得莫名其妙。王二婶，什么我给小飞借钱？我没给他借钱，你没给他借钱，他哪来的钱办年货？你看这些，还有这些，这要花好200呀！是小飞这2天去矿区贩鱼挣的钱，他能挣来钱，他要能挣来钱，地上的钱能把人挡得半死。这句话把李红梅给惹生气，不跟他说话。我远远的就看到老婆和儿子往这边来了。爸爸，我要吃糖糖。老婆，我刚回来，先给梅姑家把东西分了。唐诗晴看到我的亲二婶也站在骡子车跟前。小飞，你给二婶也办年货了？给她一个糖都没有。小飞，这些东西多少钱啊？我给你。梅姑，你家明天杀年猪，给我一个后腿肉，称上30斤就行了，顶账了。这时我看到二婶抓了一把糖塞进兜里。二婶，你兜里的糖掏出来，原放回我的袋子里。我哪有抓你的糖？把我的糖放回去，听到没？王琴把糖往架子车上一扔，嘴里骂骂咧咧一堆脏话，转身走了。小飞，他好歹是你长辈，你怎么对他那种口气说话？梅姑，说好了呀，你家年猪一个后腿肉30斤。好的好的，这些年货多少钱？我再算给你。我白要你家猪腿啊，1分钱都不用给我算。小飞，你把钱花完了？老婆，钱挣来就要花吗？你看咱年货。我不要这些，我要我的100块钱，你还我钱。唐诗晴哭了起来。小飞，你答应我的，给我把钱拿回来的，你说话不算数，呜呜。诗晴别哭了，你看你的新衣服、新棉衣，暖暖和和。这边刚回到家里，二婶和二叔就急匆匆走来。小飞，你去了一趟矿区？对，倒手2趟鱼，挣个半年货钱。听说你二婶抓你一把糖，你连吼带骂夺掉了。这王琴回去添油加醋说了些什么，气得何国民追过来训话。小飞，你眼里有没有长辈？你敢跟你二婶耍脾气？二叔二婶，我倒要问问，你们眼里有没有亲侄儿？小飞，你说什么混话？二叔二婶，你家前天杀了年猪，我把脸皮装到裤裆里借2块肉，你们不借，你们眼里有我这个亲侄吗？我叶小飞知道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。二婶，你不借给我2块肉，我的1颗糖你也别想吃。叶国明被亲侄儿一顿喷，气得肩膀颤，他跑来是跟我要一笔钱来了。你爸死的时候，棺材是我给你钱买的，500块，你还我。小飞，少说2句，二叔好歹帮过咱。我咬紧牙，把几句话咽回肚子里。当时我跪在二叔二婶跟前，把额头磕得血红一片，求二叔借钱给父亲买棺材。二叔是借了500块给父亲买棺木，这件事成了我心里抹不去的痛楚和耻辱。二叔，翻过年我挣钱了，500块，我1分不少，连本带息还给你。你现在就还我，你有钱买那些东西，你不还欠我家的钱？二叔二婶，这2天我是挣了点儿，不好意思，暂时不能还你，我要给老婆孩子补一补身子。补身子，他配吗？我听见王琴这句话，直接抽出了菜刀。姓王的，你再说一声。何国民，这就是你亲侄儿，你还给他借500块钱？我说过500块我会1分不少还给你家。
再敢上门骚扰我妻儿生活，别怪我跟你们彻底翻脸。王琴和叶国明退后10几步，转身逃一样走了。小飞，他是你二叔，你也太混了吧！诗情，你跟我一起生活才4年时间，4年之前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唐诗晴哪里知道，王琴拽着叶小飞母亲头发撕扯，父亲病重身亡，多半是叶国明2口子气死的。诗情，大米饭、韭菜炒鸡蛋、酸菜炒肉片，咱的晚饭我把骡子还回去，马上回来给你和儿子做。晚上2碟子菜摆上，香喷喷韭菜炒鸡蛋、酸菜炒肉片，3碗大米饭。我不吃。爸爸，香香，吃肉肉。儿子等一下，我先把妈妈哄高兴喽，咱一家一起吃饭。我掏出一把钞票掏出来。诗情，我说过我把钱花完了吗？500块，1分不少，给你装你身子底下捂着。你没花完。诗情，370块，翻一翻是多少？半年货花了200多，这剩多少你心里没个数？唐诗晴接过这一沓钱，比昨晚厚了大半。小飞，我没有做梦对吧？唐诗晴心里的那股巨大喜悦，让她恍恍惚惚感觉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。这个男人说给我惊喜，我以为是给我买了一个发夹什么的，但给我的惊喜竟然是500块钱，他真的变好了。重生到80年代，我靠倒卖鱼货赚到了第1桶金。次日村里就传遍了我赚钱给李红梅办年货的消息。红梅，你说叶小飞今儿挣了钱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不过管你什么事儿，有本事你也去矿区挣一笔钱回来。小飞今儿给你家办的什么年货？小飞这家伙什么东西都给我买回来一份，我不信他连鱼都给你买来了。那2条鱼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，我哪会做鱼？梅姑，酱油生姜腌半天，邮件一遍，放冷冻处。大年初1蒸热椒汁上桌，招呼给你拜年的人。小飞，你今天到手几百斤鱼，我咋没看你带回来几条？大过年我哪能不带鱼回来？我家有4条，给我姐家备了2条呢。胖婶听着张嘴可不住下巴。这年头，村里人过年，谁家敢花钱买1条鱼上桌？胖婶低着头溜之大吉。李红梅买了2包盐，就先回去了。小飞，我说你这2天不见影，原来是去矿区挣钱了。你厉害，看在兄弟份上，给我借2个。杨彪前天去外村黄家逼债，霍人家年轻媳妇，这事你知道的，对吧？小飞，你怎么也知道这事儿？你不说出去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张爱博吓得腿肚子一软。小飞，你别乱说话，这件事我跟谁都没说过，我要说出去，杨彪还不把我整死？张爱博，你现在不就给我说了？小飞，你诈我！前世知道的信息，现在拿来用，整不死你们这些混蛋！杨彪身边的那个混子是张爱博姑舅家表弟，他嘴没把住，在前天把这事儿说给了张爱博。张爱博，我劝你出去躲几天，杨彪肯定来找你麻烦，这年你过不顺了。说完，我就买了点酱油回了家。此时远处一辆毛驴车正在缓缓行驶。小飞，今天我要是看到你喝醉耍酒疯，输了钱骂老婆，我把诗情和孩子接走，你爱咋过咋过去，我要管你，我不是你亲戚。到中午了，才进10里铺村庄，路过叶国明家门前。二婶，你忙着呢。燕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还帮衬那个混不吝，他拿着菜刀要砍我和你二叔，你再不管他，他真能干出杀人放火的事。叶小燕听到这几句话，气得喘不上气。他怎么能拿着菜刀砍二叔二婶？我今天不把你腿打折，我不是你姐，我现在就把诗情和狗蛋接走，你冻死饿死我管不着。毛驴架子车刚停在大门口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说话声。爸爸，吃白白饭饭，炒鸡蛋蛋。好嘞，儿子，爸爸给你做大米饭，给你炒鸡蛋，酸菜粉条肉，蒜苗豆腐片，过来，爸爸亲脸蛋蛋。院子里的这气氛比起往常大不一样。大门外毛驴的动静被我听见了，我带着狗蛋走了出来。姐，你来了。叶小燕看到她的亲侄儿穿着一身新衣服，脸上笑得跟花儿一样。这是姑奶奶给你买的新衣服。这是爸爸买的新衣服，还买糖糖，好多好多。爸爸买的，爸爸有钱。是了，肯定是叶小飞把唐诗晴身上的钱搜刮出来，给孩子买的新衣服。你乱花什么钱？不知道过年新衣服是我做。姐快进去暖和暖和，路上冻坏了吧？这时我跟唐诗晴要10块钱去村里买一只鸡。叶小燕心里纳闷，这混小子跟你要钱，你手一展就给了，你不怕他去打牌？姐，小飞不喝酒了，也不打牌了，也不混了，这钱是他这2天挣的。他能挣来钱，他不吼你不骂孩子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姐，他变好了。很快一桌子饭菜就做好了。梅姑，这肉片是谁送来的？是我送来的一个猪尾巴，将就着吃2顿。明天我家把猪杀了，拿过来一个后腿，给小飞做丸子做红烧肉。给他吃丸子红烧肉有屁用，整天在外面混。燕子，别训叨小飞了，他变了，他疼老婆孩子呢，年货是他花钱买的。哼，还不是诗情身上的钱，他是3分钟烧心热情，梅姑你也替他说好话。燕子，小飞是真心变了，等小飞回来一起吃饭。他拿了10块钱跑了，能回来才怪，咱先吃，不等他。
姐姐，小飞这2天辛苦，去县城一趟，去矿区一趟，挣了一点钱回来，家里宽裕了。真的假的？诗晴说的没错，小飞挣钱了。我不信，二婶刚说他拿着菜刀砍人，你说他混不混？叶小飞拿着菜刀吓唬二叔二婶，唐诗晴知道，但不知给姐姐怎么解释。姐，梅姑，我回来了。小飞，二婶说你拿着菜刀砍二叔二婶，怎么回事？姐，二叔二婶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飞，二叔二婶再怎么样，那也是二叔二婶，是长辈。你拿菜刀吓唬他们，你让村里人戳你脊梁骨。村里人戳我脊梁骨？姐，你看看爷爷住着什么，吃着什么，村里人戳我脊梁骨。这话说出来，叶小燕不吭声了。姐弟俩的亲爷爷83岁，却住得跟狗窝没什么区别，吃的跟猪食没什么区别。83岁的老人整天全在冰锅冷灶的小房里，自己生炉子自己做饭，也不是办法呀。姐姐，要不咱把爷爷接过来，咱照顾他老人家。小飞，二叔二婶这一关你能过，你能操心好老婆孩子，我就烧高香了。诗晴说你这2天挣钱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将赚钱的事情仔细说了一遍，叶小燕惊得张大嘴巴。挣了500，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，肯定是在县城玩牌碰了狗屎运赢来的。姐姐，不是小飞玩赌赢的，这钱就是矿区那些人身上的钱。3天时间从100块翻成500块，矿区工人家属手里的钱有这么好挣？姐，如果我再辛苦一趟去县城和矿区，能把500翻成1000。叶小燕心里乱了。2天时间，混蛋弟弟能赚1000块，说笑话呢？小飞还是卖鱼吗？这2天把鱼拉到矿区，一条都卖不出去了，但拉一车橘子能挣到翻一番。那你去挣，给姐姐挣一笔，让姐姐安心。我给你钱，你去给梅姑给姐姐挣钱。小飞，你告诉我，买橘子怎么就能赚翻？那些矿区家属更想要的东西是橘子，我赶早上4点到县城农贸市场批发一车橘子到矿区家属院卖掉，1斤3毛钱卖成1斤6毛钱，可不翻一番。早上4点到县城农贸市场，那岂不是今晚12点就得出发？姐，我睡一下午觉，晚上去县城橘子批发上运去矿区倒个手，400变800。晚上吃过饭，我赶着毛驴车前往了县城，走了3个小时才进了县城。先在一家杂货商店花了50块买5盒红塔山，然后直接前往县城农贸市场集中地，找到了市场管理处的领导。找我干嘛？我拿出2盒红塔山塞进了刘主任的怀里。小伙子挺上道，说吧，什么目的？刘主任，我想要800斤橘子，该收多少费，该交多少税照交。小伙子，这2天橘子太抢手，县城里的摊点铺子都拉不上货，给你800斤，给不了。刘主任，摊费税费我照交，我的橘子是拉去红会矿区给矿工家属们供应的啊。你拉一架子车橘子去红会矿区？对，午夜4点出发，7点到矿区。好，小伙子，去中部聚货点拿着单子提货。好嘞。我拉着驴子走到市场中间集货点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我掏出1盒红塔山塞给他，我又掏出刘主任开的条子递上去。呵，你小子会来事，刘主任可不好说话。500斤，你哪个摊点？红会矿区的摊，架子车拉货。500斤橘子，你最多赚200-300块钱，真是不要命啊！兄弟们给他装好点。兄弟，我想多要5筐橘子，行不行？兄弟，货源紧，又赶上年关，看在你是这个点第一个拉货的人，托个例，给你多拉5筐。30竹筐橘子码在车子上，300块钱付给人家。随后我赶着毛驴车前往了矿区家属院。喂，嫂子，过年的橘子给你们拉来喽。哟，是橘子。昨晚排一夜队，交了管理费、特产税才拉来的30筐，太不容易了。大嫂尝尝，味儿正不正？大嫂吃了一个橘子，好吃，好吃。很快周围就围满。大嫂大姐，马上过年，你们也不要计较10块8块，大哥大叔们就稀罕的是这一口酸甜，1筐子25，不贵又好吃，酸酸甜甜美得很。小伙子，1筐20斤，1筐25块钱，差一个多一个，很正常，要计较就没法卖了。我要1筐，我要1筐。很快所有橘子都被抢光了。大姐，这1筐不卖，留着老婆孩子吃呢。卖完了橘子，我就骑着毛驴往家里赶。买了5盒红塔山，花掉50块，交了50块市场管理费，现在兜里的钱是700块整。还有1筐橘子，还有5袋子煤炭，差那么一点点翻一翻。另一边家里的人心里都在打突突。小飞，你敢把诗晴身上的钱霍掉，我打折你1条腿。姐，我刚回来，你就拿这话训导我，是不是亲姐？你真转手了1车橘子，诗晴的钱呢？我把赚的钱递给了叶小燕。小飞，这真是倒手橘子挣的？难道是我偷的抢的呀？总共700块，梅姑，小飞一趟出去能赚300块回来。姐，400块本钱给我老婆，赚的300块，你和梅姑一人1半分了，算我孝敬你俩过年的年钱。不要不要，小飞，你黑昼明夜辛苦一趟不容易，姑姑怎么能要你的钱？
姑姑一分不要。我看梅姑脸上带着愁闷，肯定梅姑跟姑父吵架了。梅姑，我拿你家一个猪腿30多斤，可不是100块。你不拿这个钱，我拿你家猪腿，你跟我姑父吵架，我心里能安？李红梅神情一愣，这小子怎么猜得这么准？燕子，这个钱暂时装在我身上，给他们2口子存个底，万一他俩困住，我再拿出来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花520块钱给家里买了一台长风牌黑白电视。媳妇，信号咋样？电视出来了没？小峰，你往左转半圈。爸爸，不对，不是转半圈，是转一点点。小峰，转过头了，再转回来半圈。爸爸，快转！转了半天电视，总算出人了，这感觉回忆满满。家里有电视了，最高兴的是狗蛋，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。而就在我们一家高高兴兴的在看电视时，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飞，爷爷冷。当初分家时，爷爷一直是跟着二叔和二婶娘生活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爷爷是不会跑出他那间小屋子的。老婆，你给爷爷做点吃的，我去一趟二大爷家。小飞，别犯浑，别跟二娘吵架。二婶，我二叔呢？问你二叔干啥？商量我爷爷生活上的事。你二叔还在炕上睡着，你不会自己进屋叫？一大早站我家院里瞎喊什么？二叔、二婶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在他屋里，你问什么？听到这话我明白了，原来这2口压根就不知道老爷不在屋里。这一天了，他俩也不进去看一眼。我没把爷爷跑出去的事告诉二叔，而是转身去了我家。这时二叔二婶也带着村长来到了我家。小飞啊，你早上去你二叔家说商量你爷爷生活费的事儿，怎么一转身就走了？我本以为二大爷二娘是接爷爷回去的，把村长拉来当和事佬，没想到他们是来要生活费的。小飞，我大哥大嫂虽然不在了，但你这一门人多少要表示一下吧，一年就100块，你少玩2把牌不就出来了？二叔，我一大早去你家问我爷爷人呢，你真没听出我说话的意思？小飞，你什么意思？二叔，当着村长的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爷爷是不是在你家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爷爷不在我家，难道在你家？好，你说我爷爷在你家。村长说走，当着我爷爷的面，我出生活费给我二叔。随后我就和村长来到了二叔家，二叔和二婶住正房，而爷爷单独住在一旁的低矮小房。村长说你进去把我爷爷叫出来。小飞啊，你爷爷不在屋里呀？啊，我爸不在屋里。爸，咦，我爸呢？哎，咱爸呢？我咋知道？你给咱爸送中午饭，你说你不知道？你刚说是你送的肉，我哪管你爸中午吃了什么？你没给咱爸送饭，你好歹给我说一声。你装什么老好人？你从早上到现在不进去看一眼你老爹，你让我看，你老爹让我进去看的。行了，吵什么吵？我问你俩，我叔人呢？村长说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我爷爷就不在这个屋里。我二叔二婶竟然不知道，你想想看，我爷爷饿死冻死，他俩是不是也不知道？我二叔跟我要我爷爷的生活费，他好意思要？村长，你别听叶小飞胡咧咧，他就一混混，他的话你能听吗？小兔崽子，你敢打我？王琴，你个缺德的老太太！我爷爷屋里冰锅冷灶的，你是存心想把他冻死饿死？我爷爷受不了，早上才跑去我家的。小飞，你有没有礼数？他是你长辈，是你亲二婶，你怎么能这样骂他？村长说他把我爷爷往死里虐待，我打他都是轻的，以后爷爷我来养。国民，你好意思跟叶小飞要你老人的生活费？你俩丢人我不管，别把我拉上丢人。本以为教训了二婶王琴一顿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这老太太心竟然这么多。我二婶刚才买什么？耗子药。耗子药。国民，听我一句劝，对老人这事儿，你不能再让你媳妇拿捏你了。村长，老爹我是接不来了，小飞把他照顾得好，老人压根儿不在我家待了。你让你媳妇把你爹供到上房炕上，你看你爹来不？听了村长的话，叶国明没了一点言辞辩解，他老婆对老人不好，说到根子上是他当儿子的软弱无能，拿捏不住他老婆才是根本原因。听着村长的这一番劝说，叶国明心底里决定对待自己老爹要按照自己意思来，再不能让王琴横插一杠子胡乱拿捏。这时买完耗子药的二婶王琴也回来了。村长来咱家干嘛？疼？聋了吗？问你呢，他来咱家干什么？还不是你惹出的事，你不要皮脸你还问？王琴愣住了，不知道自己男人今天怎么这么硬气。叶国明大步进了厨房，拿出了一把菜刀。你要干什么？王琴，我给我老爹杀鸡炖鸡汤，你敢拦着？你试试。在王琴身心震惊中，叶国明把一只母鸡给嘎了。王琴瞪着他，脸色阴沉了下来。小飞，小飞，二叔，小飞刚出去了。诗情，这是我昨晚炖的鸡汤，给你爷爷喝上一口。小飞回来，给他说明白。放屋里吧，小飞回来我就说是你端来的鸡汤。二叔走后，唐诗晴把鸡汤放在锅里热了一下，
小飞，你回来了。诗晴，二叔刚进来了。他给爷爷端了一盆鸡汤。小飞，二叔要对爷爷好了。诗晴，不能给爷爷吃，饱了。啊，到了，为啥呀？诗晴，这年头商店里随便买上耗子药，我怕王琴下毒。小飞，你别瞎说，二婶怎么可能给爷爷下毒？哼，二叔会不会给鸡汤里下毒我不敢肯定，但王琴会，他恨不得爷爷早点死了，我就不信他能发善心给爷爷喝鸡汤。小飞，是二叔端来的鸡汤。你这傻老婆，这都想不到，王琴不同意，二叔能把吃的给爷爷端来。说完，我便端着鸡汤就往外走。小飞，你要干嘛？有没有下毒？二娘吃了不就知道了。小飞，你别犯混！我不理老婆拦劝，端着鸡汤盆就去了二大爷家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恶毒二娘一家竟好心给我端来鸡汤。为了验证鸡汤有没有毒，我把鸡汤又倒回了他们家锅里。小飞，咱也太小心了吧！有事儿没事儿，很快知道结果。此时的二娘在锅里盛了一碗鸡汤，正美美的吃着。咋没我的？你没手，你去这是又去哪儿嘚瑟去？你管我去哪儿？你咋不在沟里摔死？王琴刚出了家门口，就一头栽倒在了路上，嘴里还吐着白沫子。王琴，你好狠啊！果然是在鸡汤里下了毒。想到七二爷爷差点洗在这两口子手里，我一咬牙就跑到镇上派出所。帽子叔叔，我要报案。小伙子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帽子叔叔，我二叔叶国民和我二婶王琴在鸡汤里下毒，端到我家给我爷爷和我妻儿吃。我爷爷和我妻儿没事，王琴自己被毒死了，赶紧出警啊！小张，你们几个跟我去十里铺。哇哇哦！快给他灌一紫水催吐！哈哈哈！二叔叶国民也被人喊来了，他愣怔怔看着王琴嘴里被灌进去一字沫，想到了给老爹端去的一盆鸡汤，转身往我家里跑。叶国民，你跑什么？你不管你老婆？他死求算了。小飞，叶小飞，二叔咋了呀？急慌慌的。诗晴，那盆鸡汤呢？不能吃的，不能吃啊，有毒。二叔，你给鸡汤里下毒。诗晴，是王琴下毒，是王琴啊。鸡汤呢？你爷爷吃了没？你爷爷呢？我爷爷没喝鸡，小飞说有毒，所以倒掉了。看到家里人没事，二叔又跑了回去。此时我和帽子叔叔也来到了现场，看到了二叔，我一个猛扑到叶国民身上。叶国民，你端的鸡汤里下了药，你端给我爷爷，你端给我妻儿。叶小飞，不要耍横，这是刑事案件，你报了案自有警察处理，你不要乱打人。随后，二婶被帽子叔叔拉去了医院，二叔也被一起带走了。村长说，这事儿你在大喇叭上给我喊清楚，王琴跟叶国民在鸡汤里下毒，要毒死我爷爷，要毒死我妻儿。你在大喇叭上给我喊得清清楚楚，让全村人都知道。你冷静点儿，事儿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，叶国民和王琴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我冷静不了，我要杀了王琴，我要瞎了他们，我要他们死。小飞，你别犯浑，快回家。小飞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王琴被拉医院去了，叶国民也被带走了。小飞，万一王琴死了，你二叔一口咬住是你在鸡汤里下了毒，你说不清楚，那可咋办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我第一时间报警，有帽子叔叔介入调查，我看谁能把白的说成黑的。哇哇哦！王琴息了。就过来了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王琴投毒谋害你家人，你在这份笔录上签字。我还以为他们两口子反咬一口。你把鸡汤倒回他家锅里，真死了人，你也脱不了责任。我有个屁责任，当我是法盲。转眼来到了第二天，二叔也被放了出来。二叔有什么事儿就站在院里说吧。小飞，你知道的，是你二婶王琴干的，你不能冤枉我。二叔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是想给我爷爷吃一口好的，但王琴能乐意吗？他判几年啊？少了3年，我跟他离婚。啥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年头老夫老妻了，还能说出离婚这个词，但看二叔的表情，不是在开玩笑。二叔，你真要跟王琴离婚？我跟王琴离婚是离定了，我来找你是想把你爷爷接回去。二叔，不可能。小飞，我把我老爹供到上房炕上，我好吃好喝伺候着。二大爷，你是真想对我爷爷好，还是避嫌，不想让村里人说闲话？这时，听见动静的爷爷走了出来。老爹，是儿子不孝了，儿子错了，儿子接你回去。爷爷，我二叔要接你走，你去不去？小飞，你不要爷爷了。二大爷，你听到了，爷爷不想去你家，他不想离开我，我和梦婷会把我爷爷照顾得很好。二叔听后给爷爷磕了3个响头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走了。没了恶毒亲戚的骚扰，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安逸，我也攒了不少钱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我家的院子里来了2个要饭的。小飞，他俩不是好人，给了馍馍还不走。这年头的叫花子多半是骗子，他们比村里农家人有吃有喝，他们挨家要白面，一天能要上100斤，可比一般人有钱多了。说，你俩怎敢进我家院子？为什么不走？你们村里人说的，你做生意手里有钱。老婆，别怕了，没事了，一会我去镇上搞一扇大门，你看刚才多危险，我迟来5分钟，那2混蛋进咱家屋里了。小飞，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带着孩子先去梅姑家。随后我在镇上了13块买了一个大铁门，然而就在我回去的路上，又碰到了那2个要饭的叫花子，而且他们还骑着一辆摩托车，抱着一个小孩子。难道这2个人是来偷孩子的？我拿着板砖直接飞到了那人头上，2人一头栽倒，小孩子也哭了起来。
而那2个叫花子翻起身就跑，连摩托车都不要了，生怕被我带住。你是谁家孩子？小孩只管哭，什么都不说。不哭不哭，叔叔送你回去。我把摩托车放到驴车上，然后回到村里一阵打听，把小孩送回了家里。小飞，你把谁的摩托车又骑回来了？人贩子送我的。来，老婆，上来，我带你兜几圈。到了晚上，我让孩子们先睡下，而我则是在院子里守着，因为我知道那2个叫花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会找上门的。果然到了后半夜，一个脑袋就从墙头探了出来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从人贩子手里解救了一个被捕儿童，结果晚上就遭到了人贩子的报复。只见人贩子把一捆捆的麦草丢进了我家院子，然后翻墙跳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桶。我本以为他是丢麦草是为了跳下去不发出声音，可他却将麦草堆在门口，然后提起塑料桶就往麦草上倒，一股汽油味扑鼻而来。我猛扑上去，一刀狠狠戳在他屁股上。敢大喊大叫，我一刀戳进你喉咙里。我家院子，我下一个纵火犯，我是村里英雄。小飞，哎，老婆，是我看一下车子钥匙拔了没，你好好睡着，信不信我一刀瞎了你？我骑摩托车再去镇上给罗所报案，明天一早村里人敲锣打鼓给我带红花。我信，兄弟饶我一命，我这5000块钱你拿走，放我一命。这是卖小孩的5000块。这人气喘吁吁，不愿回答。我将他绑在了树上，把嘴堵住，然后骑着摩托车去了镇上派出所。罗所长，我来报警，杀人放火偷小孩的歹徒被我绑在家门口枣树底下了。叶小飞，你搞什么？我将叫花骗子在他家要面要钱，抢小孩浇汽油放火的过程给罗所说了一遍。这还了得！小张，值夜班的你们几个立马出警。罗所，大半夜别惊动我妻儿，别吓到他。叶小飞，我们要拍现场情况，尽可能不惊动屋里睡觉的人。一名警员握着照相机悄悄进院子，前后左右拍了一圈，大门外绑了手脚的歹徒也被提上了警车。叶小飞，你有妻儿老小，要为他们着想，多交朋友少结仇，你的路才会走得宽。罗所眼里，我是个20几岁脾气暴烈做事不想后果的年轻人。罗所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哎，你换新 iPhone 了？那多贵啊！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2000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可爽了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。总之，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罗所，话说回来，正因为我为我妻儿着想，我才没把他杀了，我把他交给您，他身后的犯罪团伙不就一网打尽了吗？有您护着我家，我妻儿老小才有最大的安全。小子，你说的对。次日，我像往常一样去市场批发橘子，刚来到菜市场就听到吵闹声。这些菜刚从地里摘的，新鲜得很，怎么就不要呢？赶紧走，我们的菜都是定向采购的，不是谁想送菜进来就能送菜进来，下次过来的时候打听清楚。老农看着一板车的菜愁容满面。这个时候我走了过去。大叔，你的菜我全部都要了。这个镇子上只有这一家国营市场，供小于求，这会儿只要有销路，脸皮放厚一点，就是捡破烂都能发家致富。全都要这么多菜？老农有些迟疑，他担心陆浩是骗子。我叫叶小飞，就住在10里铺叶家村，我给你50先当定金，明天早上你再拉一车的菜和肉过来，这板车和菜就先放到我这怎么样？那行，这一车菜就放在你这了，明天早上我再拉一板车的菜过来，到时你给我结今天的账。离开市场后，我推着板车到了边上的一个小区，给守门的门卫送了2根萝卜，被放了进去，然后敲响了1层楼的一间大门。奶奶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，这是我刚从地里拔的菜，你看还带着你，新鲜着，你要不要？还真是新鲜，不过你这特意推过来上门，恐怕不便宜吧？我来的匆忙没带枪，奶奶一看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个大美人，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。你这孩子倒是会说话，放心，我也不会贪你的便宜，该是多少是多少。多谢奶奶照顾我的生意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下次还来吗？再来还给我送点菜。放心，我明天还过来。随后我凭借着3寸不烂之舌，才2个多小时一车的菜就光了。之后我去供销社买了2盒红塔山，然后推着板车就到了菜市场。兄弟，你这一板的菜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全部都卖完了。是啊，都卖出去了，太抢手了。我拿出2盒红塔山色给张志刚。张主任，这板车放在这，你帮我照看一下，明天早上我过来拿。我哪是主任，就是一个最底层的管理员，哪用得着那么客气？板车放着占不了多大的，我帮你盯着，不会丢。那就谢谢张主任了。随后我又买了2只烧鸡，就骑着毛驴回家了。爸爸回来了，哇，烧鸡好香啊！老婆，今天我去市场赚了200块。小飞，你这是又找到了什么赚钱的办法吗？随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给唐诗晴说了一遍。
小飞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骑着摩托车直接往菜市场去了，远远的就看见昨天的老农在那等着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这么多东西是他从村里其他人那买的，花了不少成本。放心，我这人做生意很讲究诚信，既然说了要你的菜，那就肯定要。我掏出2盒红双喜色给他，你这拖拉机借我开一开，晚些时候还是在这里会面，到时候你把拖拉机开回去，成不成？成，没问题，你用完了开过来就行。我开着拖拉机直接往最开始推销蔬菜的小区去了。拖拉机才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就被一群大妈大爷围住了。小帅哥来了，给我来5斤黄瓜。帅小伙，给我来5斤豇豆。从农村拉来的这些菜和肉非常受欢迎，2-3个小时的时间就卖光了。这一车肉菜我一转手就赚了500块。才10点多，我又在市场批发了一些橘子和鱼，然后赶去了矿区。哎呀，小飞兄弟你来了，冷了吧？快进屋，嫂子给你暖和暖和。嘿嘿，开着拖拉机来回一趟快。嫂子，这羊杂和羊骨给你和我马哥留着吃。小飞兄弟总这么客气干啥？等嫂子收拾一下，帮你一起卖橘子。这时一个矿工从家属楼走了出来，跟嫂子看见后立马叫住了他。皮三，你干什么去？你马哥刚还找你呢，赶紧去矿上。皮三，我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皮三，突然想起了前世关于此人的新闻。前世正月18，县里公安局发布了一张悬赏通告，1万块征集人范胡向东藏匿地的线索。后来胡向东被抓，被报纸当头版头条报道，正是化身矿工的皮三。还有3天，公安局就会发布悬赏通告。按照上一世的发展，皮三接下来3天的生活轨迹没道理会改变。3天后去县城拿1万块奖金。在跟嫂的帮忙下，数百斤橘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卖完了。随后我将拖拉机开回去就回了家。转眼来到了正月18，到了公安局发布悬赏的日子。干什么的？找谁？高局在吧？我提供胡向东藏匿地的线索。你能提供重要线索？我要亲自给高局说。随后帽子叔叔把我带到了高局的办公室，我一眼就看到孟岭镇的派出所罗所长。罗所长你也在？叶小飞，罗麦，他谁啊？高局，他就是帮咱端掉丐帮犯罪团伙的叶小飞。你就是陆小飞啊，小伙子了不起，很勇敢，这次多亏了你啊，一举端掉了这个拐卖儿童的窝点。罗所还给你要了一笔奖金，已经发到了他手里，跟他要吧。罗所，给我奖多少？500块，小子别要求太高，这笔钱好不容易经过严格审批程序才包下来的。对了，小飞，是你要提供胡向东的线索。对，罗所，你也知道正月里我在镇上矿区来回跑生意，刚才看到公告里的照片，立马想起一个人，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，我怀疑他就是胡向东。小飞，快说，他藏在哪里？高局，这1万块钱赏金真能兑现给我？只要你提供的线索能直接抓到胡向东，1万块当场就能给你兑现。矿区有一个叫皮三的，他的鼻子跟胡向东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怀疑皮三就是胡向东。高局听后，立马给矿区警务负责人打去了电话，让他们行动起来。小飞啊，这要真的确定了嫌犯身份，你可是立了大功啊！喂，什么？确定清楚了？好，把他立即押过来！哈哈哈，好小子，1万块奖金现在马上就给你兑现。好小子，这些年我就没见过咱高局开心大笑过，你小子有担当，有责任。出了公安局，1万块奖金到手。随后我拿着钱去了县城西部的农机厂，准备买一辆3轮车，这样以后做生意更方便。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我花了5800拿下了一辆蓝陀牌3轮车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靠着倒卖蔬菜和肉，3天就成为了全村的第1个万元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着3轮车，一天跑3趟，收入也越来越可观。小飞，你太厉害了，我要受不了了。这3天我们赚了12430元，咱们成了万元户了。唐诗晴看着面前的纸箱子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老婆，昨天我去收蔬菜的时候，发现那山上有很多山货都没人要，我想带着大哥一起收山货，也能让村里的人多一笔收入。那你小心一点。随后我就开车带着大哥去村里收山货。收蘑菇了，收蘑菇，3毛1斤收蘑菇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3遍3遍。什么蘑菇？什么3毛？蘑菇也能换钱了？我收蘑菇3毛1斤。什么蘑菇？就是山上的大家都吃过的蘑菇，无毒的。3毛1斤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大嫂子，要不要去摘1斤来卖给我，看是不是真的？你说的轻松，要是我摘回来，你人走了，我不是白忙活，还不如守着自己的地，图个好收获。大嫂，今儿你敢摘，我就敢等着你。大家伙，你们可得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这人看着眼生，一定别的村来的，跑了我可找不着他。大家答应了下来，都想看看1斤蘑菇是不是真能挣3毛。小伙子，你要敢骗我，我们整个唐家村会记着你。妇人拿着袋子去了山上，没多久一会儿就摘了3斤左右的蘑菇往山下走。嫂子，这么快就摘了1斤蘑菇了？可不，现在那山里到处都是，1斤而已，还不快。我蘑菇称了一下重，1斤3两，我给您4毛钱就不找了。看着手心里实实在在的钱，唐嫂子整个还是猛的。摘蘑菇真能换钱，1斤3两可得4毛钱。小兄弟，你还走吗？
你要不走，我回去拿尼龙袋，多摘点来卖给你。作为头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唐嫂子觉得自己有必要准备下。大嫂，不到天黑，我不会走出唐家村。然后一众村民就成群结队的往山上去了。不到傍晚，车上就装满了。乡亲们，我这车实在装不下了，这样你们去叶家屯找叶小飞家去卖，有多少买多少。小兄弟，我那儿有牛车，你看你要装不完，我帮你送过去不也一样？就我所知道的，叶家村离这里远着哩。行是行，就是你今晚铁定不能回来，明天帮送一下货，我给你8块钱，怎么样？本来就是想把自己的蘑菇换了钱，竟然还能多挣8块钱。他点头应下来，然后跟着我就回了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和大哥进了县城，来到一个饭店门口。小飞，他们这可是国营饭店，能要我们的东西吗？大哥，没问题的。上一世我就来到县城里，但因为好吃懒做没关系，进不了厂子打不了工，最后意外进入这家国营饭店工作，也结识了这里的一众朋友。我拎着一袋子蘑菇，带着大哥走进了饭店。你们找谁？请问周大厨周哥在吗？我是他朋友，来给他送点东西的。说是朋友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周哥的朋友那么多，你哪能一个个都见过？也不是每个朋友都需要来这里找周哥的，不是？你等着，我去叫我师傅出来。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白色厨师服男人走出来。你认识我？以前不认识，现在这就认识了。我把袋子里的蘑菇都露出来。饭店这玩意儿这2年兴起来的，很多饭菜炒菜都是单一的样式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道，而这山里的好东西绝对是奇货可居。这蘑菇看着也挺新鲜，我要了。一会时间，将所有蘑菇山货全部称完，一共13斤7两，9块6毛。这时我掏出一条大前门塞给周炳立。周大哥，这东西我不会抽，放我这浪费，你拿着抽。小伙子，你还有什么事直说吧。周大哥，我这其实还有一些山货，想跟你达成长期合作。小伙子人挺好，你说的我同意了。2车的蘑菇是5100斤的量，全部堆在了饭店的仓库。飞哥，总共4015块8毛，飞哥你可得数清楚了。一大摞的大团结，4000多块就是400张，是得好好数数。我将钱数了一下，然后拿一条红梅塞给小伙。兄弟，你辛苦了，这点东西就当你的辛苦费了。随后，我带着大哥往家赶回了家。次日，我刚出家门口，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门口。这谁啊？看着男人白净的面孔，村里的人根本没有白净的。这人一看就不是村子里的村民，更不是庄稼人。我看着这个男人有点眼熟，应该是在哪里看见过的。先救人吧。我搀扶着他走进了家里，然后给他清理伤口。呀，这是让狗给咬的吧？男人这时也醒了过来。同志，我这是在哪里？我家。你叫什么？家住哪儿？我们送你回去。这里是呢，叶家村，周边有岭南村和大庄村。同志，你从哪来？大庄村，我叫庄比豪。这时，男人的肚子叫了起来。老婆，去下2碗葱花肉丝面吧，加个荷包蛋。没一会功夫，2碗肉丝面就放到了庄比豪的面前。庄比豪闻着香喷喷的葱花肉丝面，低头就大口吃起来。好吃吗？这人一旦能吃能喝了，就好活了。庄比豪点头。这2天去过的村庄，吃的还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又是精细粮、白面感的面条，还有荷包蛋，这日子简直不要太好。叶家村比起大庄村好像好多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面条。庄比豪有些感慨。上面的人让我下来走访，我也是一腔赤诚的来了，奈何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出了这些乡村地方，适应下来也花了不少时间。今天这碗面不但让我觉得好吃，也是想起来以前过的日子。大庄村是很穷，我们叶家村也是最近才好起来一些，现在家家户户隔3差5也能买点吃了，都靠着我老公呢。老婆，你就不怕这同志觉得你黄婆卖瓜呢？我才不是卖瓜，我实话实说。我老婆就是这样的。同志别见外，你先休息会，我去给我媳妇下饺子吃去，她早饿了。吃过饭，院外一个瘦骨嶙峋的小伙子探着头来问：“请问是你们这里收蘑菇的吗？”我看着外面问话的小伙子，觉得应该不是本村的人，出去说了2句，发现还真是从大庄村来的。兄弟，从大庄村来这里可远着哩。可不，我后半夜里就往这边来，这会儿才到这。那你这一路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？小伙子想了一下，你们村西头有户人家的狗挺凶的，我听到狗叫声，吓得绕了好远的路。还有别的吗？小伙子摇头。那你们大庄村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小伙子诧异了，奇怪的看着叶小飞。我有个朋友这几天去了大庄村，说你们那儿挺有意思的，我这不没事问问。什么有意思？这话你可千万别信，我们大庄村穷啊，要不然我能大老远来这卖蘑菇。要不是男子汉，小伙子都想抹眼泪了。我准备去村西看一眼，不过去之前给小伙子指了去自己大哥家的路。现在叶家村的人都知道是我大哥在收蘑菇。老婆，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回来。我来到村西头，看到了小伙子说的那条大黑狗，是黄大顺家的，地面上还有块撕咬下来的小黑布。冬子一早上的，你跑我家门口做什么？不搂着媳妇多睡会儿啊？昨晚上没睡好吧你？这狗叫唤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事？小黑昨天晚上叫的欢，他起来了好几次，就是没见什么人。你家狗昨晚咬了人，你得负责。黄大顺赶紧四处瞧瞧。哪呢？我拿出刚才的布料。这呢？黄大顺一脸蒙圈。光有这个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？人在我家。叶小飞举步走。黄大顺是知道他家狗是真的把人给咬了。
赶紧跟上。我带着黄大顺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庄比豪已经醒了。同志，昨晚上咬你的那条狗是他家的，他是来赔罪的。另外，带你去卫生所打疫苗。庄比豪一脸的震惊，这叶家村的人居然是这么开化的民风，做错事知道道歉，还知道带去打疫苗。我在别的村子，那些人可都是冷冷的，知道我是外地的，还大多爱搭不理。叶家村算是给了我一个惊喜。我叫黄大顺，家里的狗咬了你，对不住。没事的，同志。你现在能走吗？我带你去打疫苗。看着自己的腿，庄比豪点了头。我和黄大顺扶着人下床，坐着3轮车就赶往了卫生院。从卫生院回来的时候，我一直盯着这个眼熟的外乡人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叫庄比豪的人没说真名，他真名叫袁永明，在政府机关单位工作，因为业务突出，能力优秀，几年后升职成了盛市市长。那时候我因为有些事情需要找关系，就注意到了这么个人，仔细看过他的履历。到了家，我还是把人安置在了自己的房间里面。小飞，厨房里的肉准备怎么吃？我看我们2个肯定吃不完，要不放井里或者油里？不用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小飞，你从外面回来后脸色不太好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现在家里住着个能定我以后在家里睡觉还是铁窗里睡觉的人，我怎么能心安啊？得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开心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我咧开嘴看着唐诗晴，走，咱们做饭去，下午吃顿好的。很快，一桌丰盛的晚餐就准备好了。庄比豪边吃边夸：同志，你这饭可比起市局还要更胜一筹。我这就是随便做做，怎地？同志，你吃过市局里的饭菜？庄比豪真心虚了一下，摇头。老狐狸，都这样了，还想着不挑破？而他也不能说破就是。你也看出来了吧？我这家里的菜多的吃不完，可不得抓紧做了吃，放坏了就真坏了。这话庄比豪不太相信的。有些菜是现有的，但是有些菜我看到是叶小飞现杀的，难道说叶小飞看出了自己的身份？相逢是缘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重生80年代，我靠倒卖山货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差点被定为投机倒把当典型。这时我却意外救下微服出巡的市里一把手。吃过早饭，庄比豪撑得慌，就想着出去走走消消食。刚出门就看到家门口一早排着队卖野味的村民，以及笑着做买卖的大哥。庄比豪皱了皱眉。多年来，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还是土地，真要人人都想着投机倒把的赚钱，将来资源匮乏了要怎么填饱肚子？商人就只想着钱，真要你来了不会施舍，所以还是要靠一双手，要种地保饭碗。庄子豪一路上愁眉苦脸，这也让我倍感压力。真要被投机倒把的罪名抓走了，我这个主谋往往只能与缝纫机度过余生。你带我去你们村的田地里看看。我点头答应了下来，带着庄比豪往村外的田野去。经过一家院子时，里面人着急着的叫起来：小飞，是小飞吗？秦婶子。小飞，还真是你啊！你叔这2天好多了，能下地了。婶子想着这2天请你来家里吃饭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秦建党月前得了急症，卫生院看不好，去了医院，想着能治，却被吓得病危，都是没钱耽误的。后来钱交上去，可算是多毁了一条命。秦婶子脸上才多了笑容。他说了，要跟你多喝几盅酒。边上站着的庄家豪一脸的不明所以，忍不住多说了几句话。你不知道吧？月前我男人疾病住院，我们拿不出钱来，可多亏了小飞，他高价收了我们地里的菜，我们挣了钱，这才把我男人治好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他谁啊？我朋友庄比豪，大庄村来的。这人看着很不一样，倒像是城里来的。婶子，你等下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哎，小飞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呀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有点卡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200多。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数码相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既然秦婶子叫我吃饭，我可就真来了。来，带上你家诗情。那我不能来吗？来，庄稼人好客，既然是小飞朋友，一起来。我高兴，庄比豪也高兴。百姓能做点买卖挣钱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。现在国家需要发展，社会需要进步，百姓需要吃得起饭，有钱治得了病，这才是长远之计。我带着庄子豪继续往东走，出了村口，入眼的地方都是一片片绿油油的田地了。你们叶家村的田地是哪一片？我伸手指了指，庄比豪看去那个方位，满是绿油油的庄稼。说是现在叶家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都在摘蘑菇和打猎挣钱，荒废了田地。可现在上河村田地里长的庄稼和其他村的一样好。他忍不住多看了我2眼，觉得我这个商人不算可恶。我还想去别的村看看。没问题，就是你这腿。庄比豪拍着腿，走好了。大领导要下乡视察，我没道理不陪着，而且我又上了那么多重保险，总不叫被抓进去做典型。这年头怕的不是被抓，而是做典型，当众批判上报纸，那就真的完犊子。没问题，走路有点慢，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你。我带着庄比豪去了唐家村、刘家村，最后是大庄村。越是远离叶家村，村子里的大人和孩子气色看着就差远了。有的妇女到了饭点，甚至因为没什么吃的坐在门槛上掉眼泪。有些人在田地里干活，急了就舍树叶吃。
吃。庄子豪回去的路上心情很沉重，回到家，庄子豪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，晚饭也没出来吃，房间里亮着灯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这次做买卖的事情传播的太大，惹来这么大个领导来了，千万别被抓了典型，那跟销售示众没区别，以后我还想走商圈就不好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高兴地开门去找我，同志，你跟我来。我跟着庄比豪进入了房间，就发现桌面上放着好多的纸。小飞，我想了一夜，觉得你带领大家做蘑菇和野味的买卖特别好，但既然你已经带着叶家村和周边几个村把日子过好起来了，我想让你再帮个忙。庄比豪眼睛明亮，闪着某种炽热的光芒。你想让我把远一点的村子也都拉过来做买卖，共同致富？庄比豪点头如捣蒜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情。我转身往门口走，庄比豪着急地拉住人。小飞，你不愿意吗？我就是个小人物，我心很小，只管得了自己的小家。小飞同志，你是连你自己也不了解，自己真要只管得了自己的小家，叶家村的秦婶子那些个孩子们你怎么会管？如果你是想要好处，我可以给，只要你说出来。这就对了嘛，哪有人什么也不付出，只管得到的？我想要你的一封介绍信。第二天天不亮，庄比豪坐着牛车离开了叶家村。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这次不但没有被抓进监狱教育，竟然还领了个任务。庄比豪的意思是让我来做整个共同致富的带路人，他那边尽快帮着打通县城的供销社和其他的销售渠道，由我为一个面多点发动。这件事情本该是村里和县里的事情，但有庄比豪的介绍信就不一样了，毕竟我从中还能赚点钱。天亮之后，我继续带着大哥收山货，回来的时候又摘了一袋子枇杷，买了几个玻璃瓶。唐诗晴看见后眼睛雪亮，因为她最爱吃的就是枇杷。小飞，你这是哪里弄的枇杷？我记得咱们波波山没有吧？唐家村的山上有，那的人也不怎么吃，这才摘了些，想着给你做点枇杷罐头吃。罐头啥味儿的？老婆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随后我拿着枇杷就进了厨房，在一顿操作猛如虎后，几瓶罐头被我做好了。老婆，你也尝尝吧。好甜，好香啊！老婆，你觉得我枇杷罐头能卖钱吗？那么好吃的枇杷罐头不能卖钱才怪了。老婆，我想把收蘑菇和收野味的生意全部都交给我大哥，这样我可以做一做枇杷罐头的生意。小飞，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。老婆，你真好。随后我找了一块木板，在上面写了2行字：收购枇杷1毛钱1斤。不少经过的人都会看得到。一下午的时间收到了2-3斤的枇杷，我拿着这些枇杷进了厨房，我打算全部做成罐头，然后去县城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做好的枇杷罐头就赶去了县城。这年头吃得起水果罐头的都是些有钱人，一般人多半都不舍得吃，就是逢年过节才买了当礼品送人。但我不一样，我要做的是平价水果罐头，人人都吃得起的罐头。什么东西？好香啊！这是什么水果罐头？这么香？枇杷，家里人摘的枇杷，自己做的，好吃着呢。你要不要尝尝？这不好吧？没事，我这还有。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没能抵抗住诱惑，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。好好吃，比我之前买的水果罐头还要好吃。6毛钱1瓶要吗？一听6毛的价格，罐头直接遭到疯抢。没多久一会儿，我带出来的20几瓶是都卖干净了。除去2斤不到的枇杷罐头，1只带盖玻璃瓶，2分的价格不算人力，一个早上赚了11.4块。这要是大批量卖出去，那直接就是赚得飞起啊！我离开火车站又去了供销社，这次也是大批量采购了120个带盖玻璃瓶，毕竟现在家里的枇杷不少，能做就都给做了。到了家我就开始忙活枇杷罐头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开着3轮车，拉着做好的枇杷罐头去了县城。今天做的枇杷罐头比较多，一个人去卖肯定是费时费力，所以一到县城我就找到了张三和李四。你谁啊？前世张三李四靠着在县城倒卖山货混得风生水起，我也记得了他们。重生到80年代，我用前世的记忆赚到了第1桶金，紧接着我又开始卖枇杷罐头。张三，给你个发财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什么发财的机会？你不会是诈骗的吧？放心，我是叶家村的叶小飞，不是骗子。你先尝尝这东西，像是枇杷罐头，这哪来的？我自己做的，6毛钱1瓶。张三听到这眼睛一亮，商机！现在罐头这么贵，6毛1瓶，在这镇上绝对的爆火。张三，我很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，这次是想跟你谈一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这枇杷罐头你们帮我找客户售卖，每瓶我给你5分钱提成。哈哈，放心，这的蚂蚁牙黑我都知道，绝对给你卖爆。随后2人拿着几瓶罐头就开始四处找人宣传售卖，而我则是去了一家录像厅。兄弟，你找谁？老板，我这有枇杷罐头，想放在您这里寄卖，卖出去1瓶，我给你5分钱的提成，怎么样？说完，我递过去1瓶罐头，老板尝了一下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兄弟，味道不错，这个合作可以有。给录像厅留下一些罐头后，我把剩下的都拉去了火车站。等全部卖光后，我又从供销社买了一些玻璃瓶，就回了家。小飞，今天收的枇杷有点少，也就5、6斤的样子。唐诗晴守了大半天，觉得挺愧疚的。老婆，已经很多了，这东西少，但是做出来却是不少的。罐头里不光是枇杷，还有糖水。呐，小飞，你又买回来这么多瓶子，是早上的枇杷罐头都卖完了吗？那可是有100多瓶。老婆，我自己肯定是卖不完，我把大部分的罐头都寄卖出去了呀。原来生意还能这么做，枇杷罐头还能这么卖，小飞你好厉害啊！嘿嘿，老婆，
这枇杷罐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即便是咱们2个也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准备招2个女工人。可以，小飞，只要你别找年轻漂亮的就行。随后我又写了一块招聘牌子挂在了门上，村里的二毛妈和秦婶子看到后就走进了我家院子来打听。小飞，在你这一天，你给1块钱是真的吗？肯定是真的呀，你们要试试吗？二毛妈和秦婶子点头如捣蒜，接着我就开始教他们怎么做。很快10来斤的枇杷就处理得干干净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把做好的罐头装好了车，就准备出发。老婆，天还早，你再睡会，早饭我锅里给你留了。唐诗晴点头答应了，随后目送我开车走远。这时大嫂李桂兰拿着一筐枇杷走过来。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大哥昨天在其他村里收上来的，你哥知道你们要就帮着收了，是6、7斤的样子。谢谢大哥大嫂了。不用谢，你哥说了，这2天估计还会有不少你们这边收不到，也不用担心，他今天早点回来就送来了。好，大嫂跟大哥真好。转眼来到了下午，我卖完罐头回来了，唐诗晴站在门口早早的盼着我回来。不对啊，今天的罐头更多，为什么回来的还早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今天去县城的时候，我交上了咱们村的铁牛和宝亮，1天1块的工钱，而且卖1瓶还有2分钱的提成，所以很快就把枇杷罐头卖完了。小飞，该说不说，你这脑瓜子真好使。进了院子，就看到二毛妈和秦婶子已经把收来的枇杷收拾得干净。接着我带着他们进了厨房，开始教他们做罐头。小飞，今天你怎么让二毛妈和秦婶子进厨房了？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那以后叶家屯的人岂不是都会做枇杷罐头了？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的。老婆，现在的年代还可以，可是创业黄金期，等到秦婶婶和二毛妈会了以后，这事情就会让更多的人会。过个把月，水果大量上市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市场。先把叶家村搞起来，然后再到别的村，到时候交给袁永明一份像样的成绩单，我就顺势到盛世开饭店了，带着各个村把日子过好了，就是我最好的敲门砖。突然，我看到一位小姑娘走进院子，走近一看是魏霞。我想问问，你们还要女工人吗？1天1块钱工钱，你要能接受就能来。魏霞猛点头。你就跟着二毛婶和秦婶子先学着，秦婶子和二毛妈到底多做了1天半的事情，自然熟悉了很多流程。霞子快来！二毛妈看到魏霞来干活了，高兴地叫了声。见到熟人，魏霞自然也是觉得亲切，立刻过去了。3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到天黑的时候，300瓶的枇杷罐头已经差不多了，跟昨天一样，给3人结了工钱。次日一早，我又拿了300瓶的枇杷罐头，带着村里的铁牛和宝亮进了县城。他俩不是第一次了，做起来是得心应手。我留足了他们的罐头，就去录像厅那边。这次菜鱼要的更多，我将200瓶全部卸完，然后拉着铁牛和宝亮的罐头去了火车站。就是这边查的严的时候，铁牛和宝亮就不想干了，2人跑过来跟我商量。咱们去家属院，那边的人都是工人家属，每个月几10块钱，自己可能不舍得花，但是给孩子的还是能舍得一点的，加上有年轻人，就不愁没客户。晚上回来的时候碰到了村长叶富银。小飞，你可回来了，村里人就都等着你呢。村长，这是怎么了？村里这2天屯的水都用光了，马车驴车又都去拉山货了，村里都1天没喝水了。村长说咱村里没机井，大家窖里没水，去外村拉水还得看人家脸色，总这样也不是办法。说的就是我每次去小水村拉水都跟当孙子一样，你说你这村长当的，你跑了5、6年了，咱村还打不出1眼机井，咋的？你们的意思都怪我，打1眼机井要1万块钱，5年了收不起，年年收个1800块钱，人家打井队怎么来给咱村打井？村长说你的意思啊，这5年时间咱村打井的钱你都收了有4、5千了。4、5千还多，咱村200多户人，咬咬牙每户都交30块钱，不就凑够1万了？可大家各算各的账，1分钱都不愿意交。这样吧，村长说你把收上来的钱给我，我凑够1万，我去镇上水电所请打井队，明天就动工打井。小飞，你小子真是那个，打小我看你就行，不行以后这村长就给你当吧。行了，村长说别扯犊子了，一会儿你跟我去镇上。取了5000块钱后，我骑着摩托车拉着村长就去了镇上。镇长办公室里，王镇长看到村长后是一脸的厌烦，看来自家村长在镇长眼里是没什么地位。村长笑嘻嘻的掏出2盒大前门放在了桌子上。付银还是为打井的事。镇长，小水村的人不让我们村的人拉水了，今天我这儿拉了几回水，差点跟他们打起来。不让你们拉，那你们村自己打井呀。不是我说你叶付银，你这村长咋当的？5年时间了，你收不来1万块钱，你们叶家村的人太他的掉链子了。镇长，我今天来就是来交钱的，这1万块钱凑齐了，你给开个介绍信，打井队就可以去我们村了。王镇长看到钱后立马变了脸，伸手就要拿钱。你先给手续上签字盖章，我们再交钱。叶付银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干什么的？镇长，误会，小飞，你这是搞什么？叶付银，这钱你们是不相交了。王镇长，
钱为什么要交给你？为什么不是我们亲手交给打警队？钱交给你，你再交给打警队，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叶副营，你们尊还想不想打警了？镇长，我这儿犯浑，你等等，小飞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难道你现在后悔出这笔钱了？村长，我没后悔出这笔钱，但这笔钱不是交给打警队吗？为什么要经过王镇长的手再交给打警队？小飞，别挑刺儿了，行不行？咱管那么多干什么？王镇长，打警的介绍信你到底开不开？混小子，你跟谁俩呢？你一个二流子还敢在我跟前耍混？好，你不开是吧？那我去县城找一趟袁大领导问问清楚，给村里打警镇长开介绍信要不要收钱？姓袁，难道是那位领导？那你瞅你这孩子，书也没说不给你开，你等着书现在就给你开。你小子果然混混性子，敢跟镇长叫板，你这惹了王镇长，以后有我好果子吃了。村长说他要再跟我嘚瑟，我让他下马，你信不信？小飞，你特粮当村长算了。随后，我和村长来到了水电所，找到了打警队许队长，我将介绍信和1万块钱递了上去。哎，你们村的钱还能直接交给我？怎么了，许队长？这笔钱非要经过别人手再交给你？我没明白，他没收钱，怎么给你们开的介绍信？你一个打警队队长，你们勾结在一起搞猫腻，把孟岭镇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以为群众眼睛都瞎着？这跟我可没关系，别把我跟你们镇长干的事儿搅在一起。还有这打警的费用是5000，剩下的钱你们拿回去。5000咋样？村长说，刚才要是把这钱交给镇长，我们是不是就成大院众了？这他 M 的畜生不知贪污了村里多少钱。叶副营，赶紧晚上打警设备拉到你们村，明天动工打警。好好好。重生80年代，我靠着贩卖枇杷罐头日入斗金，竟引得盛世水果罐头厂厂长亲自登门求教。请问是叶小飞吗？你好，我是叶小飞。我叫刘宝强，强盛水果罐头厂的副厂长，今天来找你是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。刘副厂长，请讲。同样都是罐头，为什么你的罐头人们都抢着买，而我们的却并不畅销？你把2个罐头都拿在手里是什么感觉？我们的这个沉，那你打开喝一口试试。刘宝强虽然不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照做。但在喝的过程中，他似乎察觉到一个问题：你的枇杷罐头小，容易喝到嘴里；我们的罐头大，喝起来还要防止呛到鼻子。而且你的罐头快小，一入口我们的快大，要想吃就得倒出来。还有就是味道，我们的罐头说不出来具体什么味，但你的枇杷罐头就是枇杷味，口感上也是枇杷罐头更滋润一些。那刘副厂长，你现在明白我的罐头为什么这么畅销了吧？现在我知道自己的罐头厂应该怎么做，口感上才能好看起来了。你把你的秘密告诉了我，接下来你的日子可就不会好过了。刘副厂长要真的想要这么做，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见面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很不简单。枇杷罐头现在的确好卖，我也不介意你们工厂进行生产，但有一点，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。现在我的枇杷罐头是完全的亲民价，对于城市里那些不差钱的未必瞧得上。然而，有钱人的钱是最好挣的。刘副厂长，你懂吧？那你是想在你们原有的什锦罐头上做改变，还是跟我合作，一起把枇杷罐头推广开来？刘宝强听后陷入了沉思。小飞兄弟，你不会叫我失望的，对吧？刘副厂长这话说的，不是我不会叫你失望，而是市场不会叫你失望的。行，那咱们就合作共赢。刘副厂长既然要合作，又是针对不同的人群，那么包装和容量都得改变，要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有道理。随后，我和刘宝强就去了玻璃厂，准备定制一批罐头瓶子。接待我们的是往常负责跟刘副厂长对接的潘有才。刘厂长，你咋来了？你不是才从我这里买走了一批货吗？老潘，今天不是我找你，是这位小兄弟找你。潘叔，是我找你。说完，我拿出了自己带来的玻璃瓶。我想问问这个玻璃瓶，潘叔厂里的零售和批发价？零售2分，批发1分7。我想要一批这样的玻璃瓶，1万个。1万，老刘，你跟他说过规矩没？咱们的枇杷壳都是2万起步。老潘，你放心，还有你赚的。潘有才真看不出来我会是长期客户的感觉，但他又是相信刘宝强的。行，老刘说行就行，我们现在就给你打单。潘叔，另外这种玻璃瓶你们能够生产吗？潘有才拿过去看了看，小飞画的是塑料饮料瓶的样子，就是材质上变成了玻璃瓶。老潘，你得想想办法，这种瓶子我们急着用。老刘，这种瓶子我怎么没见过？这是小飞的想法，就是让人耳目一新，既深刻，出奇制胜。潘有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图纸，小飞画的很详细，很多地方还进行了数字标注。玻璃厂这些年生产的品种也是不少，就小飞给的这种，只要稍加调整就是了。要说难也不难，就是可能需要时间。潘叔，你行的，我相信你。离开了玻璃厂，我就准备回家，刚到家门口就听到争吵声。大哥，小飞他真的变好了。傻妹妹，那混球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为他说话？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家。长荣哥，我现在怎么样？
你待几天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带什么带？你什么性子我还不知道。当初我妹妹失情，还有狗蛋差点被你醉酒打死，要不是她为你求情，我真想一刀劈了你。大哥，小飞现在对我可好了，而且小飞现在收山货卖罐头赚钱了，我顿顿精细粮，顿顿有肉吃。什么？这二流子舍得让你吃肉，还收山货？长荣哥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正好缺个帮手，你跟着我，我给你开工钱，正好你也验证下我是不是变好了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要不信，跟小飞带几天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唐长荣沉思了一下，觉得说的有道理。行，那我就带几天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带着唐长荣和大哥一起收山货，收入直接给大舅哥唐长荣惊呆了。我的天，这哪是赚钱，这是捡钱啊！一天都快顶上普通人家1年收入了。回到家，我又做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，招待唐长荣。长荣哥这2天辛苦了，今天多吃点。这一桌菜恐怕得几10块吧。小飞啊，看来你是真的变好了。长荣哥，你就待着跟我大哥一起做生意吧，你在那砖厂也没多少钱，在这能多赚点，给家里一些添这些东西。哈哈，好，谢谢小飞了。次日一早，大哥和大舅哥正在收山货，大嫂王月就来到了家门口，看到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，王月眼睛都看直了。不对呀，这叶小飞不是二流子吗？怎么做起来生意了？这时我也出来准备去趟县城，就看见王月站在那一动不动。大嫂你来了。叶小飞，你还好意思叫我大嫂？你当初结婚连彩礼钱都不给我们，害得我们一家天天吃糠喝稀。我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了，脸色一变。王月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一家吃糠喝稀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要的3转1响，事情一家砸锅卖铁才给你凑够的，不是你自作自受吗？正说着，祝长荣也走了过来。王月，你怎么来了？祝长荣，你是不是不想过了？说来看看妹妹，这都几天没回家了，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我这2天不是在跟小飞收山货吗？收山货？难道最近到处传的山货大王就是他？这二流子一转眼变山货大王了。小飞啊，最近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山货大王是不是你呀？如果这个镇子上没有第2个叫叶小飞的，那我想应该就是我了。王月顿时笑了起来。小飞，你看你大哥都能在这谋个差事，我能不能也在这谋个差事呀？我沉思了一下，想着好歹沾亲带故，不能完全拒绝。大嫂，那你就跟着大哥和长荣哥吧，听他们调钱。转眼过去2天，我看着仓库里堆积成山的玻璃瓶，发起了呆。没有重生前，我是绝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干了一件自己从来没干过的事情，就因为诗情的一句好吃，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，结果却还能做出来点小规模。不过罐头厂开起来才叫好。咋带了大半天了，能把这些玻璃瓶看出花来？能看出钱来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要一边买供销社那边的玻璃瓶，一边把这些也用起来，所以我得好好回去算笔账。罐头的事情准备的差不多，我给袁永明发去了电报，可是一连过去几天都没回应，于是我准备去趟县城。难道袁永明这个市长难道放我鸽子？刚出门就看见外面停了2、3辆大越野，好家伙！随后车上下来一位面色微黄的男人。冷书记，你咋来了叶家村了？这是你家？对呀，我正要出去呢。你先别走。他转身去后面的车里，我愣了下。我就算有再大的面子，也不可能让冷书记亲自找上门来吧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随后只见车上又下来一位衣着朴素的男人。袁同志，还记得我呢？不敢忘。来，这位就是叶小飞，也是这些天以来我们同安县城的先行者。因为他，叶家村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。你们来就得给我好好采访采访。袁永明话落下，我还没搞清楚场面的，就看到2、3个朝我过来的人，望着袁永明有点怯场。袁永明看眼我，好好表现，我是在保你。一个保字，可是让我嗅到了一丝危机感。咋的？袁永明上次见到我都没有被举报，反而被委以重任，结果这次带了这么多人来，不是来帮我的，而是解除危机。是谁害我？